下电盘内冷之前，要记得先把线组拆掉，然后等一下就是下完以后直接抽出来就可以。我的线组我已经拆开了，就一些固定扣啊、束环、束带那些都解开以后，先放到旁边备用。那因为角度关系，我等一下我必须使用这把工具下去拆。然后这种工具你要看哦，它有分正转、反转，你就先顶，譬如说像现在好了，顶下去，因为我等一下要逆时针放松嘛，我就先压下去，往旁边转。你看哦，我现在已经是调整好要放松。如果要锁紧，你就顶住它，压下去，往右转，它就是准备要锁紧。它要放松就压下去，往左边转。转到底，它就能放松。它这种的原理就是，你顶住以后，你敲击这边，你要握稳，然后稍微施力的转，朝你要它工作的方向稍微转，轻轻的转，扶住转一下就好。你在敲的时候，它里面的机构会导致前面这个头转一下，在压的。给螺丝压力的瞬间，它会转一下，就跟电动冲击起子的原理是一样，只是这是手动的。好，那因为角度关系，我这边没办法拍，因为可能会，我试试看了。好，我换个方向。但是这边你们又看不到。好，这样就都松了。然后像这把工具在使用上，你必须注意的就是，你要先搞清楚你要敲的目标材质是什么。如果你整个都是铁的话，螺丝是铁的，它的锁点也是铁的话，那你敲大力一点没关系。像刚刚应该看得出来，我没有敲很大力，我就握住轻敲，因为引擎本体是铝的。你硬敲的话，它可能不用那么大力。你硬敲的话，可能会导致螺牙受损，或者可能壳裂开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怎么说？就像常有朋友看我的影片说我很啰嗦，废话说一堆。只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讲清楚，可能。当然啦，可能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他们知道怎么拆，知道步骤，知道过程，知道工具怎么使用，那当然可能就会觉得我废话很多。但是如果一些朋友你根本有些东西没拆过，或者工具使用上不是那么熟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子讲清楚对大家会比较好啦。至少你在拆之前，你心里会有一个底，有没有？这样就很轻松，就拿下来了。然后这边有个保护扣，它是压这个点火讯号线圈的电线，压住它，这个要收好，等一下要清一清。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防水塞子推开，就可以把线组拉下来了。你就因为我是化油汽车，可能空间的关系，你就可能拿把螺丝起子顶住那个橡胶圈的边边，然后稍微的撬它，就撬出来了。
然后线头要稍微剪一下，你两个一起它过不来，你要先把小的压成这样子，它就会拉出来，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应该这边，现在看出来吗？这一组线圈这边全部都烧毁了，这边坏掉。因为很多朋友都说电盘这种东西很难换，是没有错，但是像这个还是坏掉啊。所以说，其实东西都有寿命的，只是在合理的状况下，它如果坏掉，那个真的就只能接受。好，然后我们现在确定故障点就是这边，就是这个线圈整个都烧黑了，这边整个都变颜色。这样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今天光线不是很好，看起来就这一个跟这一个比较黑，其他是都正常。好了，那它就功成身退了。那也看得出来我的曲轴油封漏油的很严重，但是这个应该很久了，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油泥。那这个可能就我临时也没有买那个类似划清机那些，我就用这样子慢慢刮。那这个时间很长，就先跳过。好了，清好了。没有很干净啦，只是因为真的太难清了。看螺丝，它应该之前是有换过，但是看里面的脏污程度，它可能有换，但是没有清。然后题外话，这就是 DIY 的好处，你愿意清多干净，你就可以把它清多干净。车行不见得会帮你做这种事情，有啦，很少啦。然后整个电盘这边的位置清洁重点就是这根芯，这个芯跟这个座这边一定都要清干净，尤其这个锁电盘内的这个螺丝座，你一定要清干净。你不清干净的话，可能你锁下去，它可能会不平啊，或者说会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中间这根芯要擦干净。因为我们刚刚清灰尘嘛，灰尘不能在里面，要不然可能会伤到里面的油封啊、轴承，然后也有可能会导致电盘外盖上去的时候锁不到底，都会有可能。所以可以的话，这几个重点一定要做完善一点。好，再来就是我们再来就准备下一步。把电盘装上去咯，然后在电盘上车之前，电盘外盖就是这一块，也要做个清洁。像锁点的周遭，你要稍微清一下，让风扇平面锁上去，会比较稳固。跟内部这些、旁边这些，因为它这个就是靠磁力，有没有？它会吸。所以靠磁力去感应线圈发电，所以这边也要清干净，它发电会比较好。然后这个就是它感应点火的那个感应带。大致的清洁就外盖的清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刚刚有讲到还有一种工具，一般来说除了一般最常使用的这种工具以外，就是锁里面这个牙。对了，这个牙也要顺便也要清一下，因为刚刚曲轴芯在这边，你要清牙清不到，就拿个小钢刷塞进去转一转，把它清干净就好了。把牙清好，这边里面的牙清干净。然后像除了用这种工具以外，如果你的牙真的是不行了，或者有状况，你可以找这一种，这个就比较少见了，比较少人有，这个算比较特殊的工具。它中间这边也是锁一只螺丝，在
你要先锁像进站的风扇是4颗螺丝，它这有2片，这是6角的，6只角。然后还有一种就是4只角。我刚才就是打算，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就要拿这种4个角锁风扇的锁点，锁好以后，拿长螺丝都锁平均的锁紧，有紧就好。锁紧以后，中间螺丝锁下去，一样可以逼出来。这是另外一种工具。这种就是你牙不行了，一定要找这一种，要不然你一定要把这个弄坏才拿得出来。弄坏的话，可能曲轴也会伤到了。这是下车，这没办法了。好，电盘外盖的清洁大概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就准备上我的电盘内人，然后电盘在上去的时候就照它的原来的样子，像这个点火讯号头在这边，它就是架上去，然后线组要先过去，线组过去以后，这个塞子先上，塞子塞好以后，先把这个点火这个讯号头先放旁边一点，然后我们先把螺丝固定上去，不用锁紧，你只要固定就好了。然后再上电盘内人的重点就是，你千万不要去把这个气包线刮到，因为气包线如果一受损的话，很容易就漏电。螺丝就稍微轻轻的锁住就好。然后我们必须先来固定这个，然后要记得这个线要稍微剪一下，因为电盘外盖在这边转，所以电线那边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点火信号头这边它有做一个凹槽，类似防呆，它先放进去以后，这一个一定要记得上，这个就是在压电线用的，它就是防止电线可能移动啊。然后在锁这个头的时候要稍微摇一下，确定它那个点火感应头它的凹槽有进去里面，再来锁紧。用一般螺丝起子就锁紧，有紧就好。因为除非你的10字螺丝起子，它的头也够大，像这种头，然后确定塞子有塞好，那个铁架又把电线都固定在后面以后，我们就可以锁紧了。这个的话，我是建议可能先用手锁。然后稍微轻轻的敲个一下，应该就紧了。甚至可能不用啊，因为毕竟它是铝的，然后这种平头宽的这个咬得很紧，就顶住，用手锁就可以了。这样就紧了，因为我是考虑到它的座是铝的，你可能硬打可能很危险，用手锁就可以了。然后电盘外盖差很多吧，清洁干净就差很多了。因为这个有防呆，曲轴芯上面有一个定位销，你只要顺着这个放进去就好。有没有？这样就进去了。然后垫片记得一定要上。螺母锁进去，
这一颗螺丝要打紧一点哦。然后锁的时候，当然啦，如果你有扭力扳手，可以测扭力是最好。不行的话，之前我就讲过，你要仔细听声音，它锁进去，它会变声，变声的那一瞬间就是紧。好，这样就紧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风扇了。然后风扇在锁的时候也是要记得哦，你只要有那种平面的东西，多颗螺丝，然后有平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锁对角锁。因为风扇这个东西，像摩托车，它引擎转速可能都高转速的时候，可能都7、8千上万都有可能，所以它这个有平衡的问题。当然了，这东西这么轻，不会太严重，只是可以的话，稍微的讲究一下。好，然后把线组剪回去，组装回去之前，你也要先做一下发电测试哦。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我们来测它的发电量有没有恢复正常。依照正常的发电量应该是13以上，13.5到14.5之间吧，大概是这样子。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我们来见真章吧。先把电表调到直流电20V 这边，好，发动。好的，怠速下来了，它的发电量13.3，怠速发电13.3。13.4，它的怠速发电应该是正常。正常来讲，发电量大概在13以上。其实确切每个人说法不一样，我是觉得大概来讲，你如果有电流勾表那是最好，可以测它的安培数。然后以电压来讲，电压只要有在13以上就算 OK。好了。那今天这个电盘更换的一些重点跟清洁方面必须注意的事情就到这边了。那收尾的这个我自己慢慢的回复。好，谢谢各位，拜拜。